有这么刚好吗？有些监视器刚好前天晚上坏，是不是真的前天晚上坏也不知道，搞不好之前就坏，只是前天晚上要用的时候坏了，你也不知道之前好不好嘛。哦，那北捷说没关系，我们有很多只哦，其他可以补强。哦，就算这只坏了，那只也看到啊，这只也看到啊，它不会突然跑出来啊。哦，前天晚上11点说有一组主机坏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回放，他现在回放就到底怎么回事，放不出来啊。那目前整个系统有10010只监视器，466台硬碟，所以已经随时准备要检查啊。那因为呢，关键监视器失灵了，北捷的董事长叫做赵少莲，他还原真相，他说并没有延误办案，哦，并没有哦。他说呢，这个虽然没有任何故障，只是硬碟主机的硬碟有受损，所以没有可以拍到，但是不能回看，拍到了，但是回看不了啊。所以呢，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支可以回溯，所以并没有延误办案啊。那因为嫌犯当天换衣服换了好几次，而且现场又有烟雾弹的干扰，所以第一时间难以从画面立刻辨识他的身份，因为衣服换来换去啊，变来变去啊，搞不好一下戴帽子，一下不戴帽子啊。哦，那另外游淑慧议员是说呢，北捷排班警力刚好是空窗期，那他就在那个时候犯案，但是只是当天这样，还是每天都这样？他在现场观察到呢，他这样说，游淑慧是说哈，3点到5点。有2名警员巡查，接着呢6点到8点又有下一班，但是5点到6点没有人，是空白，哦，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犯案，所以呢到底怎么回事？哦，而且他从事这个攻击1年了，也去事先都踩过线了，那是不是发觉这个时候是警力比较薄弱的时候？那中山一派出所所长说，同仁情绪很低落，低落的原因不是没有尽力，是说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伤亡，一定的。我如果是中央分局的员警，我也是觉得很难过。那动机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疑点太多，所以现在警方说，民众是不是能够提供线索？你们谁认识他？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哦，然后我们知道一下哦。那为什么张文能够爬照？张景生，行政院前政委员张景生说，他在欧洲，因为等候候机时间太长。他选择在角落慢跑，被监视拍到，立刻保安人员就来了。所以你在干什么？你们机场跑什么？哦，他说这个就是刚刚有讲的哦，智慧控制。他说因为台湾太平太久，在美国因为9·11事件后，你如果那个手提行李在那个机场放在那边，如果说你忘了，哦不得了，立刻远警都出来包围了。哦，原来机场都有那个就那什么那个算是那个这个置物柜，对不对？9·11事件以后，你到机场说这个东西我不要去，我只马上下午搭机走了，置物柜也不开，他怕置物柜里面放炸弹，所以也过头了啦。但是基本上他们是非常有警觉的。那我们是真的是太没有警觉，觉得不会啊，哦，还有人在拍照啊等等，根本无所谓啊。像是那个郑捷的时候，每个人玩手机啊，其实没有看到突然拿着刀杀人啊。我们看一下。从北捷 M8出口下来，马上看到的是捷运警察的电子巡逻箱，因为你只要登录就可以进行电子巡签。但因为就质疑案发当下现场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捷运警察。台北车站站体大，捷警队守望岗共有9个巡逻箱，范围遍及月台、服务台、ATM 等4个楼层，待被揪出有1个小时的空窗期。坦诚说，当下的站体里面1个捷运警察都没有，是0。他们怎么在排班的时候会出现1个小时的空窗期？再多共构大战又是尖峰时刻，真的很难想象没有执行远警，但这也反映出人力问题。目前我们警力为203名，外勤同仁一共有168名，所以我们只能以交错编排勤务的方式，而且我们队上的同仁年龄都偏大，身为捷运警察队的队长，一定会负起相关的行政惩处以及必要的责任，不要苛责我们捷运警察队的同仁，他们都已经非常的辛苦了。基层已经在前线拼命，但因为制度层面变成疲于奔命，而通报系统还分成3条路径。警察局使用的无线电是属于美规，捷运公司使用的无线电是属于欧规，所以在整合上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以这一件
案件发生时都有同步在第一时间接到通报。3支队伍建制系统不同，造成北捷警、台铁、高铁个别通报，未来必须由警政署整合，避免再出现通报漏洞，也要解决监视器不能回溯。在案发现场，远警已经竭尽全力，但配备系统和软硬体似乎变成阻力。来，凤琴。这既不是恐怖攻击，当然它也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攻击，它确实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不是单一事件，我们就觉得说它可能对后续的影响不大 ？No， 其实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就会发现凶犯其实是有参考了当年郑捷的那个案子。所以你看，事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当年非常细腻的去解释说，当时郑捷犯了哪些问题，他要补强的是哪些问题。所以他在整个他离开了保全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1年多的事情都在做这些准备。那当然，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到底犯案动机是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预防会有下一个孤狼式，他可能跟社会隔绝，他可能会觉得他需要有报复，或者是表演性格，或者任何的原因，他要采取类似的行动。而在采取类似的行动，他可能就会去参考这个案例，然后去做更细腻的规划。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只是参考这个案例，然后去做所有的补强，它一定是不够的。第一，我们的民众呢，警戒心在短期之内可以拉高，但是我跟各位保证，1个礼拜之后，你在捷运上看到的每一个人就是继续的滑手机，因为终究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安全的社会，我们并没有那一种天天发生那种恐怖的事情让我们提高警觉。那我还是非常的安心的认为台湾这一件事情整体来说是好的。可是呢，这件事情整个如果我们很希望说能够很快的就找出这些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因为第一，社会安全网恐怕才是这一次所有的事件当中是预防中的前预防，就怎么样避免人们走到了这一种孤狼式的愤怒。其实这是我们可能在社会安全网当中，我其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些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因为他看起来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是好好的，后来整个态度上面的剧烈转变，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心理的这个咨询的那个内容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发生转变的，所以社会安全网赶快接住一些可能会走向孤狼式愤怒的人，可能这是预防中的预防。可即便如此，他终究百密一疏，他还是可能会有疏漏。那于是，在人多的公共场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补强？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要求说，警察在发生这一种孤狼式的犯案的当下，就立刻警察出现，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他不切实际。可是呢，监视器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让我们找到人。监视器如果我们希望它做到 AI 型的预判，而能够预先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如果我们要做到这样子，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一定程度的交出隐私，然后去让他去做监视器的 AI 判读。那我们大家彼此之间要达成这个共识，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愿意交出这一种隐私？比如说人极多的场合，我们愿意不愿意？但是如果相对来说，如果不是人这么多的场合，我们是不是只要有监视器，而不是那一种 AI 追踪型的监视器？它当然是要区分清楚。那这就回到说，那么我们包括了这个公共场合的监视器的采购，还有警察的同仁的装备的部分，这些采购，我们的采购都是这样子，突然发现说我要买一批这个监视器了，然后就公开招标，然后呢最低价，不然的话呢，就是我那边呢可能要采购这个这个联络器了，然后呢这个对讲机，然后我们就采购，就我们的装备常常都是万国牌。就是这边一个国，那边一个国，彼此要通联，其实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场景来采购，就是说，在这种场景之下，我希望我的监视器加上我的装备，加上我的这里面的所有的通讯，还有我的远景的行动，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成绩？这个时候，人员的配置，然后跟资源的配置，它才能够搭在一起。我觉得台湾可能我们现在为了避免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公共场合发生这一种
让人担心的惊恐的事件，也许我们需要好好讨论。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做哪些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到底这次是孤狼式，还是有计划，还是第5纵队，还是老共在后面煽动？内政部定调，这是随机攻击，并不是恐攻，不是恐怖攻击。哦，这蛮重要的，立刻要定调，它是不是恐怖攻击？好，那另外呢，这个刘世芳说小局书要更新，要加入暴力事件哦。所以因为现在小局书现在讲的都是地震啊、什么风灾，或是老共打我们怎么办啊等等，根本没有这个暴力事件，所以将来要。他不是印好了吗？每个人一份，叫里长去发，里长烦死了哦。他还要怎么？还要再印啊？他这样又可以更消化预算。我的天哪！国防预算编那么多，好吧，不需要再小局数了吧？宣导一下就好了啦。讲完拍板，12月26号要高强度演练，因为马上跨年了，很怕跨年的时候人很多啊，所以呢，跨年恐怕维安要升级，研议细胞简讯，细胞简讯 cell phone， 其实一般老美讲这个叫 cell phone 了，就是在手机上发简讯了，所以叫细胞简讯。细胞什么叫细胞简讯？那台北市启动规划，所以他要送给中央核可，免得我弄出来以后中央有意见啊。那刘世芳说范围要明确，内容不要造成恐慌那事实上也有，比如地震的时候你就手机会震动嘛，甚至去年我们选举的时候，我因为在嘉义吧，游街突然手机开始响，说老公发飞弹了。搞得我们民调一下掉了6个百分点，立刻掉6个百分点。南部掉更多。其实只是发卫星啊。对，他就是故意嘛。对，老婆也不是第一次发卫星。你说我第一次发搞不清楚，你发了很多次你都不发，怎么知道选举就发？而且选举前几天故意的真可恶好吧，就想到这我就气好，那这个一星期，因为很多人就会想学嘛，乱讲话的他是跟我同伙啦，我要放火烧这里啦，我要这边开枪打那里啦。所以呢，一星期有5起恐吓，有时候要炸机场的啦，有时候要去这个在捷运上这个搞事的啦，都有。来我们看一下。提醒我们，大众运输场站的安全防护绝对不能松懈，加警力模拟疏散以及无差别攻击的事件。高强度模拟定在12月26号，就是为了因应跨年人潮聚集。我们目前已经预计在12月26号会进行一场高强度的演练，那会选择在捷运市府站以及市府转运站。那同时，我们也会跨相关的局处，相当多的单位参与这次高强度的演练。蒋万安裁定捷运公司加强传播紧急资讯，是否已经研议透过发送细胞简讯？但内政部长刘世芳说，必须要有明确范围，贸然发布可能会造成不必要恐慌。地方政府呢，他们所发的细胞简讯以疏散撤离为主，科学性的数据我们才能知道说他细胞简讯要发给谁，有多大的范围。不晓得嫌犯现在跑到哪里去？那你整个发下去的话，第一个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不必要的恐慌？我们目前就是会以未来发送细胞简讯的方向来规划。今天警察局以及消防局等单位也正在研拟相关修订规范的文字。戒备人潮聚集场所，就怕再出现类似攻击事件。来，维汉，细胞简讯我觉得是一定必要的，因为在当天那个状况，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前面好像有烟，大家往外跑，所以现在是又出现了像类似震劫的状况呢？还是说，前面有这个不小心这个起火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办？细胞简讯传出去，在那个区域当中，不管多少人，通通收到。第一个，我们没有这个做，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未来可以。第二个，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这就是昨天，今天是礼拜2嘛，昨天礼拜1的时候，在这个东京的品川车站就出现了有一个人持刀，他是个外国人。那当下呢，警察在围捕的同时呢，他就在区域直接就有警报，给大家看一下那所以附近的人他们就可以看到说，警察已经在围捕那个人了。可是整区的人，他都可以看得到说，大家原来那个有一个人在一个这个餐厅前面，那大家就知道说现在是什么事情。然后警车也在旁边巡逻的时候跟民众讲这是做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参考。第二个，刚刚前面在讲这个就是张文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因为警方后来到我们去记者刚做那个 stand 的地方，就是那个商旅了商旅名字我就不讲了。商旅的房间里面有15颗的汽油弹，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如果他能够成功从
陈品南希离开的话，他会继续干，它还会有第4个攻击点。为什么？因为你从地图来看，这刚好都是我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最熟悉的中山跟中正区。亮君就是中山区的议员哦，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现在所可能看到的最早的那个画面是他去一家便利商店买的豆浆，坐在那边10分钟。那个时间呢是在3点27分，林森北路的一家便利超商就在这个点啊，小圈圈这里。所以他这边坐了10分钟之后呢，他第一个纵火点3点40分就在长安东路的119巷。那他后来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进行杀戮，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中山分局的警员就会过去，那边有机车纵火了，声东击西，把员警调过去，然后他回到他这个地方，这里是很关键的台北车站跟这个中山捷运站，他的租屋处在那个公园路的20巷，就是所谓我们当常在吃小吃那个地方，南洋街、补习街，学生很多，租屋很方便。而这个离中正一派出所只有30公尺的距离，非常近。所以这里一旦烧了，中正一的警察一定会去，消防员一定会去。所以这边一烧完以后，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我把我的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烧完了，我的笔电、我的东西、我的这些机证，后续可能没有办法掌握到我。他跟郑捷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是想要跑的。所以他会一直变装，他戴一些面具等等，他其实是不断的在换地方，以后把东西拿完以后烧了，他进到捷运站里面 M7， 然后这个瑜伽场这个大哥就不信，好，就为了要阻止他，那他在这个地方弄了半个小时以后呢，他因为这里已经烧了，他就跑到他的第3个点，也就是陈品南西这里旁边，他租了一个商旅，还有租屋处，他还有商旅，那商旅里面是什么？商旅里面就是还有15瓶的汽油弹啊，所以他如果能够从陈品南西逃出来的话，外面一堆警察，一堆人在那边紧张恐慌，在那边照相，他就又再次变装以后，他又绕回他的商旅，再去拿这15瓶，第4个犯案点就会出现了。所以如果以地图来看的话，他很熟悉这个环境，而且他是想要跑的。可是第3个这个断点就是陈品南西，他5楼，他从楼上坠下来了，到底是因为是真的想要跳纸箱，还是说有人骗他说下面你可以跳下来？演练的过程当中 OK， 他觉得可以，而后来让他这个地方他就，所以为什么要去查经理？为什么查戴某共犯？就是要了解他的过程当中，除了让这个警方疲于奔命之外，他到底有没有跟他一样的共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老沈，这个事情，这样的案子发生以后啊，各种检讨啊，各种追究啊，都是一定要做的，不做不行。但是结论呢，对这个案子的帮忙其实不大，因为这个就是单独的案子，大家都在追说动机是什么。我告诉你，不用查的，动机很简单，他对这个社会的恨，对这个社会的怨，累积下来是已经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而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他的前途没有希望，对前途没有希望，我对这个社会这种不满，你把他随机杀人叫 random， 强调他的随机，其实你看他的设计。这件事情跟酒精没有关系，跟毒品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跟精神病也没有关系。他脑筋清楚的很，虽然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他 organize 整个他要发泄泄恨的这个整个是非常的有机啊，是 organize。你看他是 random， 其实他是 organize。他 organize 的结果，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我对这个社会不服气，我对这个社会不公平，我对这个社会对我真的。不合理，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各种方向的补强啊、检讨，我都没有意见，应该事后补强也对。但是对这个事件的防范、事先防范，我觉得是不可能。而且对这个整个灾情，是不是因为如果做得更好，是会比较灾情会比较减少？我认为有可能，但是未必。所以我就是一种社会的失衡嘛，就好像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到的那干哥干妹，他爸爸为什么那么气？就是对被害人，就是该给的怜悯或是该给的补偿不够，但是对加害人，对这个恶的加害人，这个社会充满了，这个就是这个社会风气倾向自由派的做法嘛，这个难怪被害人的家属。就愤愤不平啊！他一生气起来，他要做什么？其实你也不知道。但是通常这些人都吞下去了。这个社会很多人，我昨天经过北捷事发的地方，很多鲜花，我看到一个人就跪在那里祈祷，就这样。我也觉得这样子人也不多吧，因为我匆匆走过，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会跟他一样。所以牛逼啊！
起霸有狼呢。当然不一样。就像你看，你掉了4个百分点，你到现在还念念不忘，我才你假在牢啊。6+3什么4个百分点？9个百分点。所以啊，年纪并没有让你更加看破这个世界。这不是看破不看破，这是不应该这样子伪造这种警报，是不对的。就是说，基本上像他这样的人，其实你看他的环境，父母也还不错啊，从小也算不错啊，对不对？然后在他自己去当志愿役，也许这部队的生活他不习惯，然后呢，假装酒驾退役了，赔了几万块，然后做保全，就说其实社会上像他或是比他处境更辛苦的人，其实很多其实很多的。那这个时候那怎么每个都出来杀人，每个都对社会丢汽油弹，好像也不是这样所以到底这样社会安全网怎么样补强？那到底该怎样？我觉得的确了也值得大家来思考了。但是我看也很困难了所以从另外角度看，每一个人自己要稍微警觉一点，也蛮重要的稍微警觉一点不要以为说这么安全，其实再怎么安全都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结，出现一个像这个家伙这样的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我跟你讲。